我是阿狸。如果你近期比较关注数码资讯，大概率被 OPPO Find N6 海量的无感折痕的宣传刷屏了。而像我这种数码爱好者，只好奇2点：一是这种屏幕技术未来是否会催生出无折痕双屏笔记本、可折叠更改曲率的显示器；二是这个是怎么实现的。所以今天我深挖了天穹合伙人供应链，找到了那些低调的国内工厂，你将亲眼见证 OLED 折叠屏是怎么生产的。无感折痕 OLED 靠的是一条涵盖铰链、屏幕材料的链路技术。天穹铰链除了结构和传统的铰链不同外，其受力结构件翼板并非 CNC， 而是 3D 金属打印。所以我的第一站来到了博利特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大家伙是博利特自研的 3D 金属打印机。与消费级不同的是，它能进行选区超高温激光融化，把金属打印件精度控制在正负 0.02 毫米内。首先，刮刀会按照翼板模型切片数据，在基板上铺一层几十微米厚的 TC4 钛合金粉末。被这种高能激光束照射到的粉末会在1700摄氏度的高温下瞬间融化。融化完成后，基板会下降一层，上层再用刮刀铺上一层新粉，与冷却后的下层牢固地粘合在一起。而在不断的融化冷却约36小时后，原本松散的粉末会生长为一个 0.18 毫米厚度的翼板雏形，而这就是刚出锅的小翼板。不过现在只能算是毛坯哈。打印完成之后呢，就要送到这里来进行加热，在这个真空热处理炉里边，同时可以加热上万个零件。热处理的目的是消除内部应力，增强材料强度。那这强度究竟能到什么地步呢？像这样随便弯折。可能有观众要吐槽了，你才多大劲儿啊？那我们上液压，干掉它，9吧！弹回来了。没变形，这可就是个薄片儿啊 ！TC4 钛合金恐怖如斯，等等，这材质、这颜色、高温激活强度，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 ZMC？ 只不过大神博士拿这种强度的材料去造魔鬼司令 ，OPPO 拿这玩意儿去造手机。在经历高温洗礼后，虽说强度是够了，博利特后续也会进行化学抛光，将表面精度打磨至8微米左右，但平整度依旧还不是无感折痕的验收最终标准。刚好呢，我这里到了一批准备用来拍摄晶圆的新装备。温馨提示：对昆虫敏感的观众请拉一下进度条。这是此镜头下的一只蚊子。当然，我怕引起各位的不适，用的仅是最小放大倍率。如果此时用最大倍率去拍翼板嘛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微观世界下简直是群峦叠嶂，想要移山填海，绝非易事。所以我们将前往下一站先导智能。填充沟壑需要极其精密的眼睛来发现问题，先导智能会利用高精度的光谱公交进行全方位扫描，这种扫描的精度可以达到微米级。精准定位后，就到了关键的执行环节——紫外光材料喷射。此环节会将液态高分子材料精准地喷射到需要填补的群峦。经过紫外光照射后，液态高分子材料会迅速转为固态，形成一个连续平滑的表面。
固化完成后，一板会与中板等101个精密构件合体，成为最终铰链。而这是完全体天穹铰链在微观世界下的表现。当然，这个不是 AI， 也不是 3D 建模，而是实打实的微观拍摄。这里也给大家看看照妖镜下天穹铰链各部件全网最真实表现。可能大家对微观金属件精度没啥概念，这是以精密著称的尚美巴黎4毫米窄界的表面，而这是天穹铰链上约为1毫米左右粗细的金属件。而在铰链完成后，由 OPPO、三星共研的天穹记忆玻璃会经过精密的裁切、镀膜与柔性基层贴合，形成完整的显示模组。经过无人工厂进行多项平整度 3D 扫描、暴力折叠测试后，一块近乎无痕的柔性 OLED 诞生了。本次视频展示的铰链制作只是整体制造过程中极为微观的一环，却足以见得供应商实力对于数码产品的意义。在过去，优质供应商遍布全球，但近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，我们或许要以一己之力应对全球供应链的变局。欣慰的是，我们在精密零部件加工领域已非无下阿蒙，并在多个高端制造领域供应链中更是你中有我，密不可分。说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事，就在去年11月，三星和我们直接签署了 OLED 的专利交叉许可。我想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生产 OLED 屏幕会涉及到多种稀土，透明电极关键材料要掺氧化铟锡，发光层也需要掺杂镓、铬、铀，以调教出更纯净的红、绿、蓝3原色。所以作为消费者，我们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近年 OLED 越来越成熟，价格也越发友好。也许有观众想说，我并非折叠屏用户，铰链技术貌似与我无关呀。但手机铰链和笔记本转轴在技术原理上是有交叉之处的，本质都是联合设备实现流畅开合。上层材料精密加工、结构力学的突破，最终受益的都是消费级数码产品。像即将发售的5090双屏幻16，就是在重庆的某家低调的代工厂定制了特殊转轴的模具，实现了极致轻薄的多形态。如果各位想看它是怎么造出来的，请扣1波1，我会尽力去勾兑的。若柔性屏、铰链技术持续演进，未来我们或许能看到能带出旅行的可折叠 OLED 的电视，根据游戏、工作场景自由调节尺寸、比例、曲率的显示器，甚至是形态大小随心而变的多功能车机。我们四川人有个习惯哈，吃兔子喜欢点啥头，吃鱼喜欢现杀现刮，吃芦苇喜欢旋撸旋卖。我手里这一台 N6 呢，就是从新鲜流水线上带下来了。哎呀，简直新鲜的不摆了，是的吗？所以节目的最后呢，我想对手里这台 N6 来个选装选评。目前我是 iPhone 17 Pro Max 搭配 X8 Ultra Find N5 3尺，以应对不同的场景。X8U 我主要用于人像拍摄，玩一些需要安卓生态的模拟器。N5 呢，当做可折叠的摄像机小尖、无人机启动器，一些线下展会要求寄存背包能揣兜里的折叠屏就非常方便速记。如果你和我一样属于多持手机用户，或者经常涉及到在手机上看各类文档、编辑视频，那么我十分推荐去线下店体验一下 N6 这块屏。折痕控制上不用怀疑，目前就是 T0 水准。如果你是 N5 用户，到手后除了屏幕 I/O 布局也有所优化，扬声器位置调整后，在玩游戏或者看片时不容易被手挡住。系统上也带来了全景自由窗体验。
影像方面呢，我拍摄了一些样张，如果满分是10分，你会给 N6 的影像水平打多少分呢？个人的直观感受是，大光比场景相较于 N5 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。如果你是资深折叠屏爱好者、数码发烧友 ，N6 确实算得上是很具有竞争力的体验项产品，但对于非折叠受众嘛，这里做一个小调研，你坚持不用折叠屏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个人认为目前折叠屏最大的痛点其实是续航，但实测 N6 在续航上进步其实是比较明显的，只不过被屏幕的光芒所掩盖。也希望下一代在续航方面更进一步，争取做到无痕续航王。而我认为 Find N 系列如果想要拓宽受众，首当优化的是定价策略。1万这个价位，即使产品力再强，也很难拓宽受众。不过今年存储价格暴涨 ，PC 这边呢，我已经看到了有2万块的5060本了。也希望未来 OPPO 的天穹合伙人联盟中可以拉上强大的存储供应伙伴，做好价格管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认为折叠屏的价格压到多少可以随便买来尝鲜不心疼呢？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。如果你比较喜欢这种制作揭秘，那么记得一键3连哦。之后有机会可以给大家拍摄一下主板、外设、显示器，甚至是 CPU、GPU 的制造过程。最后祝您身体健康，再见。